来地球的这个角落，现在爆发战火了。这个是泰国跟柬埔寨的边境，甚至传出柬埔寨的洪森已经搭飞机离开了，是真的吗？事发时间是在哪里啊？这个呢是从今天开始，这柬埔寨这边的讲是说泰国先开火的，那他们现在是坚决反制来捍卫主权，而双方交火呢是属实，但是讲法不一样，因为泰国的讲法就是柬埔寨呢先派了一个无人机，然后携带重型武器的部队来我们这边，所以才会开火。在今天上午呢，因为无人机飞过来，然后呢双方却在这边交战之后，后来呢进一步的是 BM-21的火箭炮，不但是轰加油站，甚至呢还打上了住宅区。好，这一次呢说目前知道的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那当时呢也有大量的人民因此而受伤，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泰国呢，则是马上出动了6架的 F-16，他们讲的是已经摧毁了柬埔寨2个军事据点。反正双方呢是已经正式开火，你来我往。泰方这边呢也已经宣布关闭跟柬埔寨的所有检查哨站，而甚至呢，在他们现在进入备战状态之后，却突然传出了洪森呢讲，如果入侵就会报复，可是不是他的飞机已经离开柬埔寨？因为呢，在网络上面有一个粉专叫做 Army Military， 他爆料的说洪森的专机啊编号也拿出来讲说呢，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从今天出发，已经呢先飞往其他地方了。只是洪森到底在不在上面，好不知道。因为呢，柬埔寨这一边的柬中日报，他只是直接讲说这一切都是泰国的媒体在炒作的，是谣言，不是事实。事发你会问为什么突然打得这么激烈？不是突然的，5月底的时候，双方其实就已经有过冲突。那个时候呢，一样是在主权争议区，也就比较边境的地方爆发冲突。双方交火时间比较短，10分钟，但当时呢，有造成1名的柬埔寨士兵身亡。事后呢，泰方这边就指了说呢，现在呢，因为他们彼此因为都有在边境嘛，结果呢说泰国他们在巡逻的时候有踩到地雷，造成他们的士兵受伤。但是检方这边的讲法是说，你怎么踩到我这里来，所以你才会受伤啊。又过了没多久之后，泰国这边呢又发生了第2次的地雷爆炸事件，也造成了当时呢有士兵因此5个人受伤，1个人失去右腿。而在7月初的时候，因为这个频繁的边境的争执等等交火的问题，所以呢，那个时候还记得吗？贝南东还跟洪森2个通了电话，因此造成了泰国政局的大变动。到月底的时候，直接召回驻柬埔寨的大使，然后呢，也驱逐了柬埔寨驻泰大使。双方的外交呢，就这样子直接给停下来，到今天才是进一步的直接开火轰炸。好，这一切的下来，其实你看看时序上面已经是快2-3个月的时间了。那泰国的战机呢，现在这个边境上面的冲突，大家在问的是，那一直以来跟2边都相对友好的中方，现在会不会出来讲话？中国外交部的讲法是，希望能够劝和促谈，透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啦。可是呢，他们自己的驻柬使馆已经提醒大家不要去边境那边，有些危险。其实泰柬双方他们彼此呢也边境有蛮多的交易的，但是现在呢全部都停止之后，大家要问的是中柬泰3方关系。中方呢跟泰国，大家知道的是，泰国有买他们的潜舰，柬埔寨呢元朗基地这边跟中方交情也蛮好的。经济的部分呢，中国挺泰国加入金砖，那习近平呢4月的时候才去柬埔寨这里来做访问，民间更不用讲了，泰国公主常常去中方访问，而这位柬埔寨公主珍娜很年轻，10几岁而已，当时呢在1个多月前吧，也才去中方这里来做访问，所以彼此呢都是有交情，但是现在是已经真真实实的开火，也造成了人民的死伤，所以就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今天呢双方是正式交火，而且呢是火箭弹、战机通通出炉。泰柬的边境冲突本来就发生很多次了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那边境冲突基本上不会变成战争啦，就是很纠缠，就像中印边境也是有一些，反正丢石头啊、狼牙棒互打一下啊。
这种事情，我觉得中方介入的可能性很低了，因为太小了，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战争主题啦。我觉得应该还是跟那个录音门有关啦，就大家情绪其实不太好啊，就这个洪森就直接把那个录音带就把那个佩东坦的讲话曝光了嘛。那佩东坦还当着洪森的面跟他讲，那个军方有些领导人不太好，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区是不是就是那个军方领导人负责的地盘啊？那如果是，搞不好是他适当要制造一点状况，让佩东坦不舒服，这也有可能啊。因为以前比较大的一个冲突是有关一个寺庙啦。对，有一个什么叫什么帕什么夏啊？帕维夏。对，那个庙基本上是属于柬埔寨的印度教的庙。是。那基本上这个没有争议。可是那个庙周边的土地大概有5平方公里。那个就是主权争议区啊。那个就常常发生冲突啊。其实类似的状况，因为大家知道嘛，泰国是佛教，那柬埔寨是。这个，它有一些印度教，有一些佛教，大概是这样啊。反正啊，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过度反应的事件了，就是可能彼此的居民在周边也常常有一些冲突的状况，然后就是看不顺眼，那平常就有一些纠纷啊。那这一次，因为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打的啊，对，这种事情其实没有闹大到一定程度啊，也不会到联合国或者到东盟啊。我认为还不够大。你觉得现在是边境零星冲突？零星冲突。这个没有像缅甸那样嘛。缅甸那个就是有点像内战啊。所以东盟东协就会介入处理。这个事件我感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双方是不是打一打，休息一下，然后再看看要继续下去吗？可能还要再看一下啦，因为7月24号才刚刚开始，就这2天的事而已。是，对，还要再看一下啦。好，现在呢，其实大家在问的就是，因为呢，主要啦还是他直接火箭弹，检方这边火箭弹直接就打有着民宅的地方嘛，加油站，然后或者呢是这个民宅区，所以就造成了有平民的死伤。另一点呢是盛峰老师，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链，回归到最早是在5月底，5月底那一次的交战之后呢，其实6月中的时候，双方领导人有通话，但这一通话之后就不得了了，因为直接烧起来了。所以呢，大家现在也很关心洪森的动态，因为怎么会飞机飞走了？人到底在不在里面？就很多的阴谋说法。在不在里面，我真的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把这个事情捋一下，这么多的事情讲起来会很乱，而且对我们来讲又不太熟悉的地方，我把它整理一下，告诉他真正两边争议的真相是在哪里？是在泰缅这个柬泰边界里面呢，已经变成了洪森家族利益来源的诈骗集团之所在。这个是一个新的诈骗，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华裔的柬埔寨的人被逮捕嘛。但这一个东西，这个对洪森家族讲起来是一个很大力的一块肉现在被干预了，这是一个真相。那这口呢？这口就是这个百威下寺，这是一个这口。对。那么还有两座寺庙呢，一个是塔门通特寺一个是塔甲贝寺，这2个寺才精彩。这2个寺这几天才又发生了一件事，对，因为引起争议嘛，最后两边商量说各开放7000人去拜拜，然后呢各边各派军队去管那个庙，但你说这样的情况会打到哪里去呢？你看，所以基本上它就像南美洲因为足球而打仗都差不多那这一次里面是有一些个人的争议在这里面，因为塔信家族觉得被出卖了，而且你为了个人利益把我这样出卖，那军方呢这一次并没有如洪森所讲的出面把塔信家族给打垮，他只是给他一个轻微的战争。可是呢，泰国在这一项显然是要把他给做大了，所以7月24号的时候，
泰方啊，就是他的总检察长，现在正式对洪森提出控告。这2个控告，一个就是煽动叛乱，一个是干涉内政。然后呢，现在提起侦查，假如侦查认定有属实的时候，这干涉内政，这还讲说是用网络来干涉内政，那么他们决定要把他送到这个国际法庭啊，要给他推红色通缉令。也就是说，双边在这事情一直不但再给他拉升上来。那现在呢，就有一个这个罗生门的故事啊，这是争议。现在那个话题啊，就是用寺庙嘛。那争议上现在是用这一个地雷，现在呢有100多颗的地雷，现在泰国讲，看起来都是2制的地雷，这些我们泰国没有，这个是你这个先放的，你们柬埔寨放的。那这个呢，柬埔寨没有，我们没干这种事，这个事是你们自己这个怎么样子的自受一个陷阱来影响我们的。所以最近呢又发生了这个的爆炸案了，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双边现在在吵吵闹闹，但是呢。我相信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假如解决不了，为了面子解决不了，又涉及到有诈骗集团的事情了。我想老共应该是会出面，因为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当东盟的地区发生了冲突，那谁来解决？假如东盟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那老共连这事情都不能解决，你在所谓的东亚地区的大哥地位有没有？没有人信你啊！大哥，全世界也是在看哦。你这个大哥是真大哥，假大哥是金宝啊、假宝有没有？那大家是真神或者假神呢、大家也在看。那当然你不急着出面，因为这个从某种你把它放大，好像很严重。这从国际政治、国际冲突的角度看，这个比起加沙走廊那个，简直就是这个连比都不能比啊，甚至连胡塞武装的都不能比啊。但是呢，它是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总是要小心，因为星星之火不小心了，就会燎原的。因为看起来现在就是一个火种嘛，我们从5月底看到现在，一路呢就是纷扰不断，所以请教严老师，您会怎么看？这个还是回到历史的问题，就是当年你这个柬埔寨啊，这些辽国或者越南都是在法国殖民统治啊。我们知道中南半岛就是泰国维持了它的独立，它在英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它就维持了独立。可是维持独立之后，它还在画边界哦，要跟法国在这个柬埔寨要画边界，那法国就占这个泰国的便宜，而且他画的图之后，他其实偷挪移了一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博威下市本来应该是在泰国境内，被他移了以后就是变成是进入博威下市，从泰国比较容易进，但是从柬埔寨比较难。可是问题是泰国去打官司上了国际法庭。也输掉了所以问题是联合国也把它认定。对，问题是就是说你在殖民时代的时候，这个法国殖民时代的时候，泰国觉得自己太弱，不敢，发现了也没敢挑战。那等到法国人走了，他觉得你柬埔寨现在是落基了，我可以来挑战。结果国际法庭把他判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过去我们看到殖民国家在非洲。甚至在我们刚刚讲以色列也是类似就是当你留下来的边界不清不楚，然后呢留下一些人为的边界或者说你自己按照你的意思来分的，就会造成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是我要是泰国，我也觉得说，你今天这个寺庙是印度教我是泰国，我是佛教国家，我这么在乎这个干嘛？可是这个毕竟还是这个是个世界文明遗产然后说起来有点价值，可是你如果今天去问到泰国的观光客，没有几个人会去那个地方了。那个等于是泰国、柬埔寨跟辽国靠近那个三角地带了。那泰国的观光客不是在曼谷，就是在我们讲这个清迈或者南部嘛，苏美这些地方普吉岛，所以这个对泰国的经济没什么影响。但我认为今天泰国军方可能就是还是跟这个塔信家族有一点关系，出口气弄一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雷到底这些地雷会不会还是当年留下来的地雷？我觉得不应该是。我们清地雷已经清了50年了1975年这个中南半岛的战争结束，今年2025了，应该清光了吧？
怎么还会有地雷？所以我们都讲了说反地雷的这个条约都签了，这个地雷是一个算是一种不人道的一种武器，应该是不能再放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如果还有地雷，到底是谁放的？确实哈，现在双方呢，他们的军力以及这个军事上面的人力，其实呢，跟以前的那个境界也大不相同。泰国现在明显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后续会怎么样的发展？因为泰国现在内部也有所谓的军政之间的这些不是很好的交往，所以后续呢，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关心。但是呢，线下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川普的关税，来看看川普的关税发生什么事情。川普现在呢，就是大白话，告诉你，如果你不同意开放你的市场，那你就会被我课更高的税。大家就看到了什么叫做不同意开放市场，就是我讲的你没在听，我跟你讲要开放，你不开放，你可能就会被我打叉叉。因为呢，这个是现在最新的一个媒体爆料啦，发现呢跟日本的谈判当中，本来这边呢写了一个4000亿，然后后来呢被打了一个叉叉，之后呢又变成了5000亿。大家不知道这个叉叉到底是不是川普打的？好，针对这些内容呢，白宫方面没有特别对此回应。好，因为呢他还在15%关税底下的半导体下面也打了个叉。后续到底半导体怎么样，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因为现在的结果就是高于5000亿嘛，5500亿，所以很明确的，这个有一定的可信度吗？好，因为呢，现在日本不是只有买5500亿的投资而已，不但要买美国能源，甚至呢，今天最新传出了还要买100架的波音飞机，而且呢，美国汽车那个时候不是石破茂还很硬吗？说你们车就是难开啊。现在呢，美国汽车的标准也第一次被日本来认可了，所以呢，就让白宫这里很开心。不是只有汽车它拿到了进入市场，而且呢，他说日本要马上增购75%的美国米进口量，还要买8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一些呢，就让川普认为自己大获全胜。日本谈完了，很多人都认为它对于东北亚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明显的基调，不只是韩国甚至呢欧盟，大家都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标准。来，韩国现在看完之后紧张了，还要跟美国协商，但是呢有坚守一个底线，叫做不扩大稻米或者是牛肉市场，这是他们自己内部做出来的红线决议。好，可是日本都这样了，美国会答应你韩国这样的一个决议吗？现在呢传出啦，美国商务部卢特尼克其实讲得很直接，就是要你投资4000亿美元成立投资基金。但是呢，4000亿对于韩国来说 GDP 80%， 黑不扣脸，那怎么办呢？商界跟他讲，他想要给他啦，给他，我们是要跟他讲，我们先投资1000亿好吗？只是这对于美国来说，跟4000差太多了，川普会接受吗？好，这个呢就要打一个问号了。至于中方现在呢，他们的讲法是什么？没关系，慢慢谈。好，卢特尼克跟贝森特呢，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有谈就好了。贝森特更直接的告诉你，他现在下个星期要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去跟中方谈，叫做我们不愿意跟他脱钩，我们现在就做一件事情，叫做可以再延长宽限期嘛，至少再延长个90天，那不是问题。那去谈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继续谈定期会面这个就是好消息。甚或呢，这一位黄仁勋，现在大家就在问，他会变成中美双方的一个新桥梁。好，毕竟呢，当时川普上任的时候，大家认为马斯克是所谓的中美桥梁，但日经讲啦，现在叫做黄仁勋取代了对方，变成一个重要兼具明星光环的桥梁。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在意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领导AI 地位，所以呢，他告诉你，他不惜代价要确保 AI 主导地位，这个呢是要在此宣布，他一定要赢得这一场的竞赛。只是现在发布了这个 AI 行动计划，要扩大出口，要保持对中优势。这个跟先前拜登做的不太一样，那会有什么具体的调整？半导体它未来要课税，会不会也跟这个会有关做挂钩？好，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但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川普给了一个大白话，不开放我就会课你比较高，可是开放好像也不一定就会比较低，你怎么看？因为这分两个啦，中国要独立出来看啊。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已经是特例了啊。那8月12之后可能还延3个月，对，因为不想影响到那个国事访问嘛，所以中国我认为是特例了。那个有的谈啊，他们议题太多了，所以你应该说是对等关税这一部分啊。是。那目前我觉得剩下一个比较麻烦就是欧盟了。那日本我觉得是川普的一个很大的战略突破。那日本会这样让，其实坦白讲我也有点意外啊，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你愿意投资5500亿，然后利润分配9:1，这个我看对川普来讲大概什么都可以让了啦，所以就这个关税就从25降到15，对等关税也是，汽车关税也是，对，所以石破茂就觉得，反正我短期达标嘛。因为关税是立即影响啦，那至少先稳住1、2年的美国跟日本的贸易市场啊，那至于这个要加购一些东西，我觉得日本本来就是走美国路线嘛，所以他并不觉得有特别的压力，就本来就要买，对，比如说100架波音，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啦，那多买一点美国的农产品啊，投资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啦。阿拉斯加本来就距离日本比较近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日本本来就不是争议点，所以争议点应该是5500亿这件事了。是，他怎么会同意啊？我是个人有一个猜测就是日本是一个多党政治，对，石破茂现在也没有过半，所以真的会履行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政治奸诈的地方啊！我执行啊，我先挑我要的项目啊。川普说他指定那我就先挑对日本互利比较明显的项目，比如说 AI 啊，那我就开始投资啊。因为他用的那个叫做政府信用担保，是那就是川普认为的项目，你日本钱就过来石破茂到时候一定会有极右翼的政党，比如说参政党极左翼的政党出来反对。那如果政治卡住了，我尽力了可是台湾跟韩国都没有这个空间，因为你都是总统制。你没有这个空间，日本有这个空间，因为它是内阁制。所以我们还应该不要大罢免，还可以靠。我问题就在这里嘛，就是日本现在有11个政党是，所以哪有说我石破茂答应你的，我一定100%可以兑现？没有这种事啦。内阁制哪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到？所以我觉得石破茂他们真的是受到压力，没办法。那关税这个一定要处理，不然是立即伤害。对。可是现在日本就拉到15%，我跟你讲，现在欧盟、台湾跟韩国都头痛的要命，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跟欧盟、台湾、韩国都有重叠的产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对，拉到15%，哇，这个压力可大了。如果台湾是20%呢，那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本来32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赖清德就要面对。那赖清德美国根本就吃定台湾而且台湾又是总统制，他认为你根本跑不掉，所以赖清德就不愿意答应吧。我就跟你讲，他答应的是2000，我们的谈判队伍也不是乱来啦，这个美国要的就是3000，我们说2000，他要3000，那这个坦白说这个叫做事后后悔都来不及。如果台积电抓在手上，台积电投资美国就可以有1000多亿啦，对呀，不是吗？可是现在美国台积电不算，已经来了都不算。但后续会怎么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讲。好，
我们刚提到川普跟其他国家讲话就知道你不开放，我就克你更多。但对中国现在很和善，请教盛峰老师。是这个刚才我讲了嘛，现在所有的谈判跟中国的谈判是绕着地球跑嘛，这不在华盛顿。那为什么？那我们就晓得谁指定谈判地点，谁就是主控者嘛。这是我们在谈判里面常看到的。那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本事？这我刚开始中国拿稀土来当武器的时候，我偏我还有点怀疑，因为我们对稀土真的不是那么懂。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了解跟这个去访问啊、访谈啊等等，我才知道，现在对美国来讲，稀土是一个很可怕的压力，因为它不是靠钱跟靠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芯片落后，那我就落后你5年，那我就用钱，我就用时间来追赶嘛。但稀土是就明明在那里，我能挖得到，那挖到了以后要变成我能用的东西，这个都不是1年2年，而且那个过程里面，它需要付出的代价都不是美国这一种4年一换的政府可以轻易来达到，所以真的被整个的产业界卡死了，而产业界、资本界又是整个美国决定政治方向的最重要的统治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全世界现在唯一能够卡住美国的，大概这稀土这个东西是很现实的摆在那里，它不解决也不行。那中国对稀土的处理，你会发现就像钓鱼一样，它不是真的把你饿死。你看它6月份有没有？这是开始喂你一点，但让你呢死不了，你也活不下去，因为你一切要听我的。当这个时候被控制在这里的，什么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思维必须要做一些改变了比如说像 AI 这个角度，首先知道21世纪 AI 跟人工智能将是决定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现在大概没有第二个国家，就是中美2国了。那谁跑前面，谁赢谁大的一个差别而已。那这里面呢，涉及到 AI 里面又有一个东西蛮重要的，就是电力。这个电力对人来讲不是生产而已。就包括输配送了，那输配送在这里做老中呢，又蛮重要的一个条件。最后我要讲这个美国车的进口，我讲，川普不知道有没有想到，我不知道大家买美国车，现在台湾现在车子都不愿意去提现在为什么不提？因为不晓得关税会降到什么时候，因为一提就要付关税嘛。可是那些不提的车是什么车？是双 B 啦，是 Toyota 啦，是 Luxury 啦，就是美国生产的外国车，福特啊、GM 啦，那什么那些你看不到这唯一看到的可能只剩下特斯拉。所以川普的如意算盘搞得到这是保障了美国公司的汽车，或是保障在美国生产的外国汽车，我真的还搞不太懂。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还是会创造美国的就业。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严老师。我想这个川普做关税，就是用过去美国人讲的一句话，我说你们不是很在乎自由贸易，为什么要征那么多关税？他说我们在乎的是公平贸易就是双方，所以这次才会互等关税嘛那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今天如果讲公平贸易，讲自由贸易，对不起，你怎么能够叫人家马上就买什么东西？应该是你的公司说没有障碍了，我现在可以卖给你，对不对？那同样，日本跟韩国过去也玩过这个游戏你要进来可以，我不吃嘛。就像台湾，30多年前我们玩过一次，美国的火鸡进来，台湾说不吃嘛，不吃到最后没有人要进口，美国到最后会碰到这个问题你逼人家开放。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726要投票。好，现在呢，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铭讲了，你哪不去投票，不去罢免，你就不是台湾人。因为呢，我们这么做是在帮世界挡住中国。好，吴思瑶在加码啦，他讲什么？他说呢，只有台湾国会怕中国啦，所以要把蓝白通通扫入历史灰烬里头。偏偏这个时阵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的台湾队在世大运这一边，跆拳道代表队男团拿下银牌，然后呢，就有人要去抢贺电，结果发现了是来自对岸的人。总统很生气，发了一篇文，谴责违背运动家精神。但是呢，我们想知道的是，总统如果这件事情应该生气，但不要只感到遗憾而已。我们是不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努力抗中的话，可以有更直接反共的作为啊？比如说禁止台积电的晶片输中啦，又或者是我们的农产品就不要卖给他，让他害怕啊，甚或呢直接断掉 ECFA， 不要有这个毒药糖衣啊，又或者呢，干脆啦，台湾艺人现在不是陆委会有说要查吗？就让他们都不要去，去的话我们就撤销国籍，要不要直接再硬一点点呢？还是说其实现在在两岸之间，民间本来往来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总是要双标，总是要贴红标签。这个呢是被发现了，徐巧芯罢团的发言人过往呢说，也赚红钱，为什么要括号？好，其实啦他过往被发现曾经在对岸的东莞这一边登记经营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去北京这边也有工作过，甚至呢他们讲了说还曾经有个大陆的媒体大篇幅的报道，讲说呢，他对两岸文化的贡献。对啦，罢团回应说，人民本来就有合法在外国商务往来的自由贸易的精神，对，都没错。但是过往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质疑人家？只要到对岸工作这些台商，你是怎么样说人家用赚红钱这3个字来洗人家呢？又或者曹兴诚以前不是也在对岸吗？现在怎么说去对岸的这些在两岸经商的人？沈伯洋的爸爸呢？郭玉琴的老公呢？真的不要双标。因为这个抗中牌，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发现了国防预算节节高升。来看到的是，现在呢买好买满的是2年内，我们总共要购买4.8万架的无人机。好，这里面呢，总共要2年里头全部都要5个类型、5个商规，通通要买齐。但是呢，讲到无人机，我们就想到绿油油当时的国家队，不就蔡英文任内当时成立的吗？也被大家发现呢，有很多里面这个交织的关系。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昨天黄国昌的爆料，讲说100亿的军服标案里头传出了，这个呢是我们的国策顾问叫做陈国清他经营的这家公司呢去投标其实也没问题。有问题比较奇怪在哪里？在于当时的审标的这个评委呢，后来在他得标之后，竟然跑去变成了国策顾问他们公司的独董，这个就奇怪了。这当中真的没有任何的利益规避的问题吗？这个不需要好好查一查吗？好，所以呢，现在进一步，当被爆料出来之后呢，发现了这一位呢，他已经请辞这个独董了。那而且呢，整个案子现在国防部的讲法是已经完全的暂停，要重新招标。黄国昌就讲，这个叫做断尾求生吗？那这里头的这个眉眉角角，不需要抽丝剥茧的让大家看清楚吗？现在呢，其实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关税了。这国安问题跟关税问题应该要划等线，因为呢，川普现在不知道怎么对我们。结果呢，你看看媒体的标题说这个叫泄题给台湾呐，因为昨天川普18分钟发了4篇文章嘛，这个叫泄题给台湾吗？还是只是要告诉大家，反正要降关税就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叫做开放市场。现在郑丽君呢正在华府这边进行第4轮的谈判，赖清德呢还特别下令2大目标4项任务，但是即便是这样，业界是怎么看的？当日本15%之后，你今天看到有很多细项的内容，所以业界讲了，他们认为台湾恐怕是20%起跳啦。如果你要同意取消美猪美牛这一些放宽限制的话，那先前你们很在意的那一些国民健康绝对不能退、打死不能退的那些坚持，现在又在哪里呢？要不要出来先跟大家讲一讲，到底你的底线是什么？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柯建铭直接讲，不去投票的那个就叫做不是台湾人。
这个人不用理会了，反正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就没有人理他了啦，他也没有下一届了。哦，那他在立法院就是一个阳春立委了，有什么用？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理会了，这个都是投票前他在吹基本票了。可是光靠这个基本票，这个罢团是不会赢的啦。你把这个调子拉到这么高，就是引起台湾更大的分裂嘛，那就表示他到现在就只有这种票了，因为你如果要论到中间票，那人家一定会扯到救灾怎么会救成这样，关税到现在这个不确定性这么高，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关税你去看那个日本的实际谈的状况。那绝对不是开放市场的问题啦，因为日本的白米并没有增加它购买的量啊，它只是说77万吨以后有80%会跟美国买，日本并没有增加它的购买量啊，还是77万吨啊。那其他市场美国也不坚持啊，比如农产品啊，没有啊。美国为什么会让步？因为日本承诺5500亿美元的政府信用融资，而且未来日本跟美国合作的共同投资的事业，利润按9:1来分配。对，这根本就是抢劫嘛！日本同意了这件事，所以川普大为满意啊！而且本来双方谈的是什么？4000亿，然后利润5:5。就在最后那次第8次谈判，川普当场改成5500亿，而且利润分配是9:1，日本同意，川普就全部让嘛，这个才是真相嘛。所以我说台湾不要回避问题啦。你想一想川普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基地，他讲的是彩虹之地 （Crystal Land） 他要募的资金是1兆美元，那日本现在只有5500亿啊，钱不够啊。我讲白了啦，我得到的讯息是，他要韩国出4000亿，要台湾出3000亿。我们第2轮谈判的时候，公开跟川普讲说3000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最多只能够到2000亿，可是请问那个时候是9:1的利润分配吗？你如果说台湾是投2000亿美元那未来利润是5:5，那我觉得这个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川普真的要的是3000亿，然后利润分配是9:1，你能接受吗？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韩国的谈判也卡住了。韩国就是也是很天真，他说牛肉跟大米我们不能够放打死不退。那我改成能源好不好？我跟你买能源我觉得韩国也太天真了啦。川普怎么可能要的只是这种东西嘛？他要的就是真金白银讲白了啦，我们台湾已经有一点已经让了，就国防预算，对不对？所以我们国防部下个会期那个特别预算，国防部要从5100亿拉到9000亿啊！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特别预算9000亿，再加上我们的国防预算4000多亿，加起来就5%了。5% 的 GDP 就是差不多这个钱嘛，就是400多亿美元嘛，就差不多了，过关了。所以我们最近那个特别预算是国防部突然得到陈峰的指示，说你把它拉高，就是要过这个关嘛。所以你就知道郑丽君去美国，他就有2关要过嘛。第一个就国防预算，第二个就是投资美国，你要拿出多少钱而且利润比是不是9:1我跟各位讲我说我是赖清德我真的是头痛死了。我们台湾有那么多钱吗？我们台湾的预算今年2兆9千亿，你如果国防预算未来都是5%，
1兆2000亿就没了。然后你现在假设你要投资美国3000亿美元，这是9兆哎。如果是在川普4年内，那你1年又要拿出2兆多，要拿到美国去，我们政府还有钱吗？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哦，这个才是日本模式对台湾的压力啊。可是我们台湾非因应不可，因为15%，你如果是20%，你跟日本的竞争你怎么竞争？这很现实嘛。所以日本这个模式一过，我跟你讲，韩国跟日本还有欧盟压力都非常的大，因为它只有15%。就是这样。但其实这个是很真切的，现在国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在讨论的问题。但当然，我看我们的政府，除了他提出什么，就是2大目标、4项任务之后，你看不到太多的细节。现在在搞的，盛峰老师比较多，还是跟罢免有关。这样子去反共，那问题就解决了。去白宫反共啊，治百病是不是？就是治百病啊，对吧？不要最后在台湾反大罢免到白宫去。然后对川普讲反共然后 OK 一直，我咧练消话，你听消话，台湾你做消书，这开玩笑。我想刚刚谈的呢，我们再把它集合起来一下，5大项，到底我们每一项都有谈。第一个，开放跟放宽，开放哪些项目是不是全部都要开放？还有放宽管制，比如说像牛肉啊、肉类上放宽，到底会做到多少？第二项。这投资会被加码到多少？现在谈的这个还有啊，还有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油气管道呢，投资会加到多少？第3个，采买会指定哪些项目你要买？第4个就是关税会增加多少？第5个，台币要升值多少？合起来总共5大项目。请问我们现在知道什么？一项都不知道啊，只会反共罢免啊！你是当作笑的，真的人不叫天理，天都不叫尬技呀。台湾现在是被这民进党你们这些人乱木乱冲，把台湾给搞得一塌糊涂。别忘了2022年蔡英文讲什么话？罢免呢，不能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啊，用较低的门槛，然后呢拿下过半数的当选的立委。这蔡英文讲的。2022年陈柏惟的时候，他讲的。怎么都忘了，民进党你们都忘了。现在讲反罢免的人就要被冠上种种不堪的旗号，那你们呢？再过来看看曹先生的事，我知道很多事我都不太喜欢在这个媒体上来提，但是既然曹先生这么喜欢唱秋有没有？那我们就给他唱秋一下。2013年是什么事？2013年就是他去国台办谈什么事？谈台湾统一公投的事情，我可以项目都告诉你。那时候他要推台湾，而且那一年新党的党宪就邀请他好好来谈两岸必然统一，而且怎么进行用这个呢统一公投的工具来推动统一。你都忘了？今天人家把你这一段拿出来，你又就像你的小三被捕连一样，你有个革命灯手去啊，是吗？反共在台湾还反什么东西？全世界你告诉我，川普反共吗？川普反吗？啊，那个什么欧盟反吗？哦，他们在反利益而已啊，他们哪有反共啊？他们知道要跟共相处，他们才能够获得到他的利益；要跟共同行，他才会得到的利益。只有台湾想勇敢，是我们有本事，我们行。就像讲的，这只有台湾的国会在怕共为，不是啊，不是台湾的国会在怕，全世界都担心了。为什么美国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关税谈判，大家都要到华盛顿去谈，只有跟中国的谈判，跟着中国绕着地球跑。只有他呢。下一站在瑞典。啊，对的，都绕着地球跑。什么时候中国人有这种底气啊？这种底气来自哪里？不是来自于反川普，来自于手上有筹码。今天我们要的是筹码，只有筹码我们这样，所以不是反共。台湾今天要的是知共，知共台湾才知道怎么来应对。第二个要严共，
你能赢共产党的统治，赢共产党的治理绩效，你赢共讲话就会大声。知共我们知道怎么选择，反共没有路了，不要吹牛。除了你们这些吃反共饭的以外啊，就当年国民党老国民党时代的有一批人专门吃反共饭的，现在这一批也一样吃反共饭，而且只在台湾吃，离开台湾没有地方吃。请教一下严老师。我想就是无论是这个反罢免的这些双重标准啊，或者说我想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购买无人机等等，你就看到当利益有利益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很希望看到你过去怎么讲别人，那你今天发生了自己的事情，请用同样的标准。然后呢，我觉得每个讲过话的人应该请记者播一段给他听一下，就是你们过去这是你们绿营的立场啊，你现在做这个解释，过去蓝营的人如果做这样的解释，你们是不能接受，那为什么你可以接受？我觉得大家稍微冷静静下心来。像我自己，我已经多次讲过，我算是少数啊，我跟我太太2家人没有一个亲人跟对岸有关系做生意啊，或者说工作过。我说我这样子我都不会去骂那些或者说有在对岸拿到什么利益的。那你们这些自己手上明明就是有一个阿基里事件，但是呢，你还是会这么，我觉得这个叫做，不仅是说他的这个讲话的这种思考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我认为是有点不要脸了。如果你今天自己的可以掩面不看，别人的你把它指责的那么严重，那另外一个这个国家队的或者购买无人机，我现在只要听到，因为我做非洲研究，我觉得这个跟非洲好像啊。非洲的人为什么要进政府？为要跟政治有关系，就是要拿利益就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进入这个富豪的门路，就是跟进入政府拿到权力，那打国家队这非洲典型的一种贪腐的状况。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标案，这个潜在都是我们当年最反对的，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怎么会这么多的黑箱，然后这么多在里头标案里头有这种我这样讲不好听一点，就是已经预先好给别人，老早就就是知道是谁会得标的，找几个来陪绑，或者呢找黑道吓一吓，其他的人也不敢得，然后就是那些人在得标，所以这一个犯罪的供应链，我觉得这个还是民进党现在要去面对，因为你们当初执政的时候或者成立的时候，你是要讲青年的，是要讲这一些的，那怎么现在看起来完全都是双重标准，然后完全自己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我觉得你今天支持者用同样的这个标准来检验现在的民进党，对不起我觉得过去的国民党不好，现在民进党也是一样的状况那这个可能是台湾人的悲哀，没有别的选择了。但其实呢，对于大多数的人，大家现在是希望和平而已，大家不希望战争。